婚商店限定的玩具卖不完，根本卖不完，所以网上并没有炒起来，没必要来这现场买一趟。所以我只买了一个小悟空，因为250的标价比较吉利。嗨，帅哥，给个3连呗！在上海婚商店呢逛了半天，总共就买了这么一个小悟空。因为呢这个在某多上是卖300嘛，这一个呢在婚商店是原价250，所以说呢就搞了一个这个准没错。这个是百汇厂生产的，包装非常简单，就正面有这么一个图案嘛。然后去了那之后才知道，所谓 TNST 限定呢，就是指的是只能从婚商店里面买的这个东西。很明显，这一个就是。然后呢，在婚商店里面会有这么一个塑料的条形码。然后我们打开看一下，里面有个纸质的说明书。记得这一个版本的名字叫做“天真无邪的挑战者”。看一下它的表情呢，4个表情一个比一个臭，根本看不出来天真无邪。至于为什么会这样，也可以理解嘛，因为我们可以看到配件里面呢，并没有给你4星龙珠，对吧？他爷爷给他的遗物都没了，所以说能不这么难看吗？然后我们来拿出来看一下，它呢是有一个腰膜的，撕下来，就是混成了这个橙色嘛，也没什么腰膜需要避免蹭漆的。作为一个 TNST 限定，它既然只要4000的定价，那也就代表着这玩意儿肯定是铜模了。铜模的这个出版呢有 KO， 而且我也评测过。不过呢，这一期视频还要好好的讲一下，因为 KO 呢它浑身的关节都是阉割的，和这个正版好像没什么太大的关系，也就是外观是一样的。但是半米内肉眼可见的正版和盗版呢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，只能说不愧是正版。记得尾巴要装上，带着尾巴的话重量是44克。为什么它这么小的个子却这么重呢？就是因为它这个头呢实在是做的太大了嘛。头大也就算了，它的头发呢体积还这么大，这头发可不做不了空心的。先来说一下这一款和之前评论的 Q 的关节区别，就是说呢，像脖子还有这一个膝盖之类的关节呢，因为需要承重比较大嘛，并且这些都是实心的零件，所以说呢都是采用了这种空心轴的关节。而 KO 的呢，这2处全部都是用的像这个胳膊轴一样，是一个左右合的球形关节。脖子这里呢是更过分了，直接做成一体的，还是歪的。肩膀的这个蝴蝶肩膀呢 ，KO 的倒是做出来了，只不过是固定死的，因为里面是一个单独的球形关节。然后这个大臂呢平转也是阉割掉，这整个是一个分件，并不是像这样是2个。正版的胸部这里呢也是一个轴关节 ，KO 这些呢全都是单独的球形关节。对，没错 ，KO 是除了脖子、胳膊轴和膝盖呢，全部都是固定死的球形关节。关键是手腕这里呢是正常的左右合球形关节，胯部这里呢倒是和 Q 一样的 P 连再加上一个固定死的球形关节，没有下拉关节，而且也没有缝穿帮。然后脚腕这里呢也正常的转轴关节 ，Q 的也是球形关节什么的。总之 Q 就是除了胳膊轴还有胯部之外呢，其他的关节全部都是阉割掉了，特别过分。然后正版回来的关节是十分紧凑的 ，Q 的呢是缝大的离谱，观感十分的难受。我们可以看一下正版，它这一个呢从头部看起的话，这一个头发。纯黑色的头发就是这么几根尖尖，或许你以为像翻车洞呢，但是你看它的水口竟然是白色的，而且这么大一个，太恶心了。其他的水口倒是开在了底下，没有这么难受，但是我中奖了。就是说这里有一滩胶水，不过是黑色的，看起来就不算很明显。这次百汇呢，既然没有给我百汇质保，毕竟这浑身橙红色，你想给我百汇质保还是挺难的，所以说呢就用胶水来代替了6。不过建模什么的都是万代的功劳嘛，就和代工厂没关系了。这些尖尖锐利度都很不错，然后胳膊呢也是十分的粗壮的。表情做的也是十分的到位呀。身上的造型就很简单，就是一个橙色的这一个练功服，上面会有一个龟，2只手腕各有一个蓝色的护腕，然后是一个黑色的软胶带子，这个带子呢是高亮面一些的。这身练功服呢可以看到，在某些特定的角度下也是会局部显得油腻腻的，应该是消光没有喷好嘛。然后就是尾巴你可以不安嘛，不安的话就是有一个洞，安上的话也可以看到它这一个就是固定死的球形关节，而且呢末端它竟然是纯白色的。做出来一点点很难看的，尾巴的开模倒是做的也不错，只不过这最顶端的水口有点难。衣服上的褶皱效果呢做的也都是不错的。然后就是鞋子，它这个脚腕的关节是黑色的，也是可以理解吧？我记得这里是一个黑色的束脚，所以说呢，它就是直接把这一个脚腕关节给做成了这么一个黑色的，是还原动画的，不信的话你可以去看一下。这个喷在外层的白色呢倒是涂的问题不大，脚底板的话就是会有板刺号，细节方面倒是不会像奥特曼一样给阉割掉。可动方面的话，低头幅度还可以。抬头幅度一般，转动没问题。然后胳膊的这个平台呢能够达到90度多一点，大风车没问题。大臂这里也是有平转的，胳膊的曲轴呢能够达到90度。蝴蝶肩膀的可动幅度算是不错，胳膊轴的球形关节也是可以转动的，然后手腕关节的可动也不错。胸腰部因为是转轴关节嘛，所以说呢前倾幅度算是不错，后仰幅度的话就比较一般了。转动没问题，就是胸部的穿帮太严重了。尾巴是球形关节可动不错，就是容易脱出。然后这一个胯部的话，侧地轻松一字嘛，即便它没有下拉关节。毕竟它这有个大块的防穿帮挡住嘛，所以说呢可以有不错的让位。这样的话前踢能够达到100度左右，后踢的话也能达到90度。大腿根这里有平转，膝盖这里为了保证可动呢，做出来一个超级丑的让位，这样的话幅度能够达到90度。脚腕的向内向外幅度都不错，然后脚尖也是有可动的。
配件方面呢，可以说是 BS 版了。比起初版的话，就是少了筋斗云支架，还有那一个猜猜拳的各种手型，还有一个四星龙珠。反正少一堆东西，主要是这没有一个正常的脸，这4个脸全都是战斗的，生气脸就很难受呀。这还叫天灵无邪的挑战者吗？不过比起 HF 特摄已经是很好了，对吧？它虽然说没有一个替换的尾巴，但是好歹给了你一个尾巴，然后2个不同形态的金箍棒都给你了，还有一个替换的飘逸的头发，然后脸型呢也是给了你新规的，还挺好看的，是吧？不过手型阉割的太严重了，就是一对战斗骑士手，一对龙爪手，再加上一对这一个武器握持手。有一说一，3张替换脸做的确实是挺不错的，你看这个就是瞪你的脸，然后就是呲你，还有这一个咆哮，而且呢这个嘴巴还是纯立体的，可以看到开模是很深的。我们来试着装一下其他的配件，首先是替换脸的话，就是把这一个刘海给抠下来，然后就可以替换了。如果你还想替换这一个飘逸的头发的话，那就是把这一个后面脑勺的头发也给薅下来，这个有点紧。总之它的替换零件呢就是左右合，然后把这一个夹住就行了。你在装之前呢，也可以先把这个一个金箍棒给套上。好的，以上就这个 TNST 限定的孙悟空的情况了。正如大家所见，这一个没有什么其他的平替了，可以说是用这个补童年再准没错。KO 是我去年这个时候评测的，当时是很贵的，一个二手的正版要700-800。这一款虽然说阉割了很多的配件，但是它给了你新规的脸型，以及这一个飘逸的头发，还原龟派气功波是很棒的。相信这一个小悟空是很多80后和90后的童年回忆吧。